随着我们的飞机缓缓接近北纬78度，北极圈的地景样貌映入眼底。8月盛夏的北极，我们的目的地是斯瓦尔巴群岛，它横跨北纬74度到81度，首府朗伊尔城全境在北纬78度，是人类在地球上最北端的城市。我们从 Svalbard 下了飞机，在行李转盘这边有一只非常大的北极熊标本在迎接抵达的旅客。不过这似乎在告诉这些游客们，你们已经抵达了北极，就得先向北极的霸主来拜个码头。欢迎来到北极熊的王国。每年的4月到9月中左右是朗伊尔城的永昼，也是旅游的旺季。市中心只有短短300公尺的主干道，餐厅、超市和各种商业机能几乎都能在这条路上完成。整座朗伊尔城建在被冰川刻蚀出来的山谷，夏天的平均温度不超过摄氏10度，但这和过去100年的气温相比，已经高上许多。2020年7月，甚至出现过摄氏21度的高温。当地的建筑有个特色，就是色彩缤纷。就算进入冬季，皑皑白雪覆盖大地，鲜艳的建筑也总能带来一些生气。冰川健行是世界游客来到朗伊尔城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只是随着暖化越来越严重，城市和冰川的距离也越来越远。That one is going from the glacier that it's over there. But this is coming also from the glacier. Yeah. Two glaciers, one on that side and one on that side. But you don't see so much anymore because they are so. 我们跟着向导稍稍往外走，就有一条条湍急的小溪，都是来自消融的冰川。对游客来说是兴奋的体验，但对地球而言是藏着快速变化的气候危机，而这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到这里一探究竟。我们在气候变迁的研究上都知道北极是一个气候崩溃临界点的关键位置，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北极驱动了一个大洋深层环流的循环。这些大洋深层环流在最近的研究发现，过去几十年来有显著减缓的趋势，而且即将面临终止的风险。那这个东西很显然的就是跟北极的海冰的溶解，它的消失扮演很大的连结。是北冰洋的海冰呢，它的消失速度是远超乎我们所有科学家的预期。台湾海洋科学家钱化带着自行研发的浮球进到了北极，上头还贴上了国旗，外观看似飞碟，内部装设微型电脑，搜集北冰洋海浪的数据。这个浮球要设计成一个碟子的形状，像一个飞碟一样，它就可以贴紧着海洋运动。那这后面的这个黄色的浮球，其实是我们今年度更新的一个设计。在这个设计之上我们让这个浮球的底部不太一样，对，呈现一个更为平滑的曲线。这个曲线就是我们的高斯常态分布的2维分布。每个设计细节都有科学根据，要让远在半个地球外海上漂浮的浮球能够把准确的数据传回台湾。第一个，我们当然就发现，在不同天气系统下，那个北冰洋的海洋浪高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凶猛。7公尺的这种概念呢，就跟台风波浪是类似的概念。那北冰洋融冰的范围越大，
那冰溶解之后暴露出来的开放的海洋，它里面的浪就会越涨越高，那形成一个正的回馈循环，浪越来越大，冰就被浪打碎，溶解的更多。冰溶解之后，海洋面积又变得更大，然后浪又更大，如此这个循环让海冰的溶解速度不断的加速。科学家从搜集到的数据分析，北极是气候变迁的前哨站，在这里的气候变化，未来都可能在世界各国出现。如果在台湾附近，我们的气候上升1度，平均年均温，北极是上升7度。因此啊，北极是一个做气候变迁研究非常重要的关键地位。它可以知道它的敏感的程度哈。另外一个就是它发生的时间也非常提前，它发生的现象也许就是台湾未来若干年后的变化。斯瓦尔巴最早在12世纪被挪威海盗发现，到了16世纪，荷兰航海家才将它命名为 Svalbard， 意思就是寒冷的海岸。17、18世纪，这里被当成了捕鲸站。1920年代，18个国家起草斯瓦尔巴条约，至今有超过50个国家加入，认定主权归属挪威。但要来这里不需要签证，因此朗伊尔城里的2000多人来自世界各地，宛如联合国。只是这个极地之岛正在转变，它用剧烈且快速的气候变化，向全世界预示未来地球可能的样子。